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评论节目。中国打击美光是发出信号，不怕美国了。南华早报评论文章：中国未能通过安全审查，禁止部分购买美光产品。据报道，美国总统乔·拜登的白宫已向韩国政府和三星施压，要求他们不要试图填补美光留下的供应缺口。一些美国高层政治人物威胁要进行报复。目前还不清楚韩国是否会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但是中国国内的芯片供应商已经开始加大力度。长江存储、Yangtze Memory Technologies Corp. 等公司作为最大的记忆芯片制造商取得了巨大进展。他们一直在测试国产设备，并对国内供应商有足够的信心来替换关键零部件。北京方面通过单独打击美光，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讯息。协助美国政府的公司应三思而后行，他们无法承担失去中国庞大市场的风险，而像美光这样玩弄两面手法，只会对自己造成反噬。芯片战争使得许多西方科技公司变得谨慎小心。短期而言，中国的科技产业可能会受到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将激励他们实现自给自足。请大家继续收看华尔街电视评论节目。如果北京攻击台湾，西方盟国有轻易切断中国食品和能源的海运。英国卫报：对中国领导者来说，确保足够的食物供应一直是一个困扰。自从帝国时代以来，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耕地只占世界可耕地的7%。随着人口城市化，饮食习惯改变，农民人数减少。这使得中国越来越依赖进口来满足14亿人口的需求。如果中国在与台湾的冲突中进入战时经济，确保稳定的食品供应对中国的领导者至关重要。北京已经在试图减少对战略竞争对手的依赖。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中国对2022至2023年美国玉米的订单比前一年下降了70%。相反，中国依赖友好国家，例如巴西。巴西在今年1月将首艘玉米船交付给中国。去年，中国同意豁免一些病虫害检查，以加速巴西的进口。提高中国的国内生产力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过度使用化肥已经降低了大片耕地的肥沃度，这意味着一些作物的收获成本是中国的2倍，而产量则显著较低。在美国广泛使用的转基因种子短缺也加剧了这个问题。政府认为转基因种子是重要的一环，被誉为农业的晶片。中国对转基因作物的文化抗拒已经减缓了其普及速度，但预计北京方面将在不久的将来首次允许种植转基因玉米。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梁宗元表示，中国对转基因作物的使用没有真正健全的立法。然而，中国政府意识到，如果要提高自给自足能力，就需要将转基因作物引入农业体系。虽然许多分析师相信，或者也许希望，西方国家在与台湾的冲突中不会将饥饿作为武器，但乌克兰战争已经表明能源很有可能受到制裁。与拥有丰富天然气储量的俄罗斯不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国家提供其能源。中国80%以上的能源来自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煤炭占其中的主要份额，其中大部分是国内生产的。虽然中国承诺减少对煤炭的依赖，但在今年前3个月，地方政府批准的新煤电规模超过了整个2021年的总和。去年，中国每周批准了相当于2座新煤电厂的规模。但对该国的经济而言，石油和天然气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交通等领域。中国的原油进口中有3/3来自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友好国家。虽然这些国家不太可能遵守对北京的潜在制裁，但他们的大部分原油通过海上邮轮运输，这对截获是有风险的。天然气也存在类似的风险。约40%的天然气是进口的，但考虑到海上运输带来的风险，中国大幅增加了国内生产和陆上管道进口。去年，中国的液化天然气海上进口下降了20%，而国内生产增加了6%，管道进口增加了9%。这一下降也受到了 COVID 限制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访问研究员保罗·达巴尔表示，
在今天的中国周围环境中，西方民主联盟国家相对轻易地可以截获海上进口，他们不需要在中国附近进行这样的举动。如果他们的船只受到美国当局的威胁，公司会非常快速地停止航运。达巴尔表示，建设足够的管道以满足中国的天然气需求将是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挑战。当时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3月访问莫斯科时，他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但未能在西伯利亚力量2号上取得进展。该项新的天然气管道将通过蒙古向中国提供500亿立方米的俄罗斯天然气。与此同时，中国仍然沉迷于煤炭。习近平承诺从2026年开始减少煤炭消耗，但如果美国官员所预期的那样，到那时与台湾的冲突真的逼近，煤炭对中国的雄心来说仍然至关重要。请大家继续收看华尔街电视评论节目。国泰航空不如改名，香港歧视问题太严重。南华早报评论文章：我喜欢新的开始。你可以将所有情感包袱甩掉，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重新开始。因此，在香港的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再度陷入丑闻之际，或许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从更改名称开始。正如首席执行官林绍波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所说，航空公司必须谦虚地反思，深入检视我们的企业文化，并采取具体措施来从这起歧视丑闻中恢复。最近一次，国泰机组人员被指控在从成都飞往香港的航班上侮辱非英语的中国大陆乘客。这一事件很快从一场公关噩梦演变成了一场政治危机。管理层确实迅速采取行动，发表了许多声明并多次道歉。他们立即解雇了3名涉事的机组人员，并对国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工会进行反击，指责他们将不良行为归咎于士气低落。然而，很明显，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容易解决。这只是这家航空公司长期丑闻中最新且最严重的转折。此前还有飞行员被指控慢驶以获得更多薪水。距离马可·波罗写下通往中国之路的故事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当时，当代的欧洲和阿拉伯旅行者称中国北方未开废，但在今天的香港，这个名字可能会引起麻烦。名字绝不应该让人想起中国分裂的时期。时代已经改变了，这起歧视丑闻必然会被政治化。行政总裁李家超迅速公开表达了他的愤怒和失望，指责国泰机组人员伤害了香港和内地同胞的感情，破坏了他所称的城市现有的尊重、礼貌和包容的文化价值。李家超当时正在广州参加广东香港合作周的开幕式，对他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时刻。但我们不应该责怪官方加大对这家航空公司的施压。保持沉默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政府是这家航空公司的股东，曾在新冠疫情期间使用公共资金纾困国泰航空。在航空公司的高层进行思考的同时，香港政府现在被迫面对一直试图美化和回避的问题——香港的歧视文化。李家超提到的城市现有的尊重、礼貌和包容的文化价值实际上是一个神话，这是我们希望拥有的。看看非华裔少数族裔儿童如何在尚未解决语言障碍的教育体系中持续被拒绝机会。政府向有非华语学生的学校提供了更多资金，但问题仍然存在，正如平等机会委员会去年发现的那样。该委员会一直在努力说服政府和立法会修改该市的反歧视法，以包括种族内部歧视。我记得几年前与一位资深政治家进行的一次艰难对话，当时香港正在准备立法禁止种族歧视。当时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显而易见，这一点也反映在最新的国泰事件的后果中。我问如何通过立法解决对内地人的明显歧视，这位资深政治家的回答让人难以接受：不会有，我们是同一个种族，所以他们不会受到保护。现在我们可以理解，这将会激怒很多人。我们虽然属于同一种族，但事实仍然是，许多人在反歧视法律的保护下仍然无助。大约一半的香港人表示，歧视在这个城市中普遍存在。调查。即便如此，当平等机会委员会推动立法禁止种族内部歧视时，也遭遇到了阻力。
紧张关系的激化被淡化为孤立事件。在香港对内地人的敌意绝对不符合讲述美好香港故事的框架。立法委员简慧敏表示，立法应该是最后的手段。他说，如果种族内部歧视如此严重，必须通过立法解决，那真是可悲。也许最新的国泰丑闻能说服他和他的同事，现在是时候行动起来了。不采取行动将是相当可悲的。请继续收看华尔街电视评论节目。中国在汉堡的投资，德国自己的错误评估。北德广播公司，汉堡的 Tollerort 集装箱码头是中国极力争取的对象，但它的特殊性直到很晚才被登记。港口营运商似乎曾错误地声称它不是关键基础设施。作者 Manuel Bewarder、Stephen Buchan 和 Florian Flake、WDR-NDR。尽管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在5月中旬终于取得了突破。德国联邦政府完成了对汉堡港口的投资审查，他们允许中国国有企业中远集团参股 Tollerort 集装箱码头 CTT 的营运公司，这使得总理办公室成功地推翻了参与审查的多个部门的意愿。这项决定引起了争议，尤其是在审查即将结束时才公开了这个受到追捧的码头已被评为关键基础设施 Curtis， 并因此具有特殊保护价值。问题是，根据法律规定，这种登记早就应该发生，而审查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么，到底是谁要负责 ？HHLA Tollerort 不是关键基础设施。根据 NDR 和 WDR 的消息，港口营运商汉堡港口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HHLA 在审查过程中多次声称 Tollerort 集装箱码头并不是关键基础设施。然而，这种评估是错误的。因为该码头的年吞吐量明显高于法规所规定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的码头被视为具有特殊保护价值。HHLA 的一位发言人没有否认这项指控，他通常指出，所有相关部门随时都被全面透明地告知了吞吐量的情况，在错误的前提下做出的决策。对于 HHLA 来说，问题在于法律规定营运商不仅需要报告吞吐量，还需要进行相应的登记。而 HHLA 在数个月内都未执行这项登记。同时，负责 Curtis 法规的联邦信息安全局 BSI 长时间未向 HHLA 询问此事。联邦经济部 BMWK 据称曾向负责内政事务的联邦内政部 BMI 施压，但显然未成功。结果是，联邦政府在审查过程中在错误的前提下做出了决策。NDR、WDR 的调查显示多个异常情况。NDR 和 WDR 的调查显示，在2021年夏季至2023年5月的整个审查过程中出现了多个异常情况。重要的是，2022年初，一项修订版的 Curtis 法规生效，这应该产生影响。由于类别有所变化， HHLA 应该在2022年4月初之前将 Tollerort 集装箱码头向 BSI 登记为关键基础设施。但事实并非如此。2022年4月29日，在柏林召开了一个大型会议，讨论此次审查。除了 HHLA 和经济部，据称还有内政部、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 HHLA 的代表显然进行了一次演示。演示中据称提到，该码头不是关键基础设施。虽然这与 Curtis 法规不符，但显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错误的评估开始发酵。Olaf Scholz 的总理办公室希望达成交易。那时候，如果在那个时间点上能正确评估，投资审查可能会有所影响。即使没有更严格的评估，参与审查的6个专业部门都不希望中远集团参股。然而 ，Olaf Scholz 社民党的总理办公室希望达成交易。在激烈的公众辩论后，他在2022年10月推动了进一步谈判的妥协方案。当时支持者的一个主要论点是 ，Tollerort 并不是关键基础设施。HHLA 坚持错误评估。HHLA 甚至在2022年秋季仍坚持其错误评估。当 NDR 和 WDR 在11月询问为何 Tollerort 未根据法规登记为关键基础设施时， HHLA 的一位发言人回答说， HHLA 无权决定集团的哪些部分属于关键基础设施，而是由现行的 Curtis 法规确定。他进一步解释说，
根据这项法规需要报告的内容，我们已经报告了。不久之后，由于尚未厘清的原因 ，BSI 要求 HHLA 提交登记文件。政府在回答左派政客 Pascal Miser 的提问时，仅提到公开信息可能会导致评估变化。而在公众无法察觉的情况下， BSI 在2022年12月初收到了 HHLA 的确认函，确认 Tolerant 超过了法规的阈值。此时已经有了明确的情况，但重要信息传递得很缓慢。内政部直到2月才获悉。根据自己的说法，负责 BSI 的内政部直到2023年2月才首次获悉已完成的登记，然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显然到3月初，内政部的专业人员才向主导的经济部通报了这一消息，但还只是在工作层面上。据称，经济部坚持要求在最为敏感的审查程序中向高层传达重要信息，然后直到4月初才在高层传达。鉴于码头的新评估，随后经济部希望启动全新的审查，然而总理办公室拒绝了。内阁对这笔交易给予了绿灯。绿党和基民党的批评。绿党经济专家 Felix Banashak 批评了评估中的错误，整个过程不仅对该公司，也对总理办公室、内政部和 BSI 都没有好的评估。基民党国会议员 Christian Sutter 也对此表示忧虑，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表明了我们在确保外国国家不获得我们的基础设施控制方面存在的缺陷。绿党和基民党都计划就此事向联邦众议院发起询问，审查也因此成为政治问题。谢谢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评论节目。